观之道为实者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知友小关，很高兴再次与大家见面。黄帝内经有云，肺系一身之气，似呼吸，主皮毛，开窍于鼻。因此肺被称为人体的宰相，掌管着生命的气机运行，一旦出现病变，全身都会受到影响。但肺又格外娇嫩，容易受到内外综合因素的影响，因此也是人体最易失守的一道防线。有数据统计，在中国45岁以上人群中，70%以上的人患有不同程度的慢性肺病，包括哮喘、顽咳、间质性肺炎、慢性支气管炎、肺气肿、肺心病等。而肺癌的发病人数、死亡人数均位列恶性肿瘤第一。那你知道肺最怕的敌人有哪些吗？今天小关就带大家认识一下那些肺的天敌，知己知彼，才能更高效的护肺。一、烟草气。早在2019年就有统计发现，中国均有3.5亿烟民，其中成年男性的吸烟率超过50%。然而烟草中的有害物质多达几百种，不论是对吸烟者还是周边的人，一旦吸入后，一些有害物质就会沉积到气道上，对气道里的血管、上皮细胞都会产生一定损害，影响呼吸并降低肺功能，破坏肺组织。而且烟草中确定的致癌物质就有69种，会增加肺癌、鼻咽癌、食管癌、胃癌等多种风险。因此不论是为了自己还是家里人，别再抽烟了。二、油烟气。烹调时产生的油烟中也含有大量有害物，尤其是高温爆炒、油炸、煎烤食物时，大量的一氧化碳、二氧化碳、氨氧化物以及一级致癌物苯并芘等可能会被释放出来。这些物质长期吸入肺部，也会对肺造成积累性的损害。数据显示，长期接触油烟的人群患肺癌的概率比正常人高2到3倍，这也是女性肺癌高发的一大重要原因。还要提醒大家，做饭时记得开油烟机，也要开窗通风，炒完菜后20分钟再关闭油烟机。三、装修污染气体。如今装修几乎成了提高生活环境的必备措施，然而不少装修材料都会携带一些毒害物质，尤其是在装修完成的6个月以内，容易释放大量的甲醛、甲苯、苯乙烯、甲醇、酚等化学物质，污染室内空气。如果长期在这种环境中，不仅容易造成血液病变，对肺的伤害也非常大。当1立方米空气中的 PM2.5 每增加5微克时，患肺癌的风险会增加 18%， 甲醛含量超标 2.5 倍，即可引发肺炎，氨气也能引起肺水肿等肺部疾病。因此装修时要选择安全的材料，装修后要及时进行通风，在入住前最好进行室内污染的检测。4、暴脾气。都知道怒伤肝，但很多人不知道发脾气也会伤肺。情绪冲动时，呼吸就会变得急促，肺泡不停地扩张，肺内压力也会出现改变，从而易引起肺部功能性病变。而对于本身就有肺部疾病的人而言，则会加重病情，甚至诱发气胸，危及生命。5、寒气。中医讲，行寒饮，冷则伤肺。而现代人常常吹空调、喝冷饮，很容易造成过度纳凉，导致肺阴不足，出现流鼻涕、咳嗽、少痰、手脚心热等现象。6、病毒细菌。家里如果不注意清洁，或是存在卫生死角，也可能藏匿着大量可致病的毒素。比如像家中的旧报纸、旧衣服里面容易存在霉菌的孢子，它们很容易随着拍打扩散在空气中，被人体吸入。对于抵抗力弱的人群来说，就容易诱发肺炎等感染。而加湿器使用时间过长却没有定期清洗，
也容易滋生霉菌等微生物，增加肺炎风险。还有，如果花洒、水龙头等用久了，其实也容易滋生分支杆菌、军团菌等伤肺菌，也可能引起肺部感染。生活中暗藏那么多肺部杀手，等到出现咳嗽、痰液、气喘、呼吸不畅等症状时，往往肺部感染已经比较严重了。想要判断自己的肺是否还健康，不妨跟着小关做一下下面的测试。首先，采用1数、2吹、3看的方法。1、测呼吸频率，统计1分钟内的呼吸次数，正常的呼吸频率是16到20次每分。如果低于12次或超过24次，可能存在肺脏疾病。2、吹蜡烛，将一根燃烧的蜡烛放置在距离测试者15公分左右的地方，然后测试者用嘴巴去吹灭蜡烛。若是在这么短的距离内，测试者多次试验都没能吹灭蜡烛，这说明其肺活量下降了，其肺部可能出现了问题。3、看嘴巴，当肺功能出问题，影响到呼吸时，嘴唇颜色往往是酱紫色的，那是因为肺里面的气体循环不通畅，在极度缺氧的条件下，就会导致嘴唇发紫。4、看手掌，手上的各个区域分别对应不同的脏腑，手掌大鱼际的位置正是心肺功能的反射区，如果这个部位出现了褶皱，那就说明心肺气不足，是心肺气虚的疾病信号。心肺气虚的人群容易出现心慌气短、动辄出汗、容易感冒等表现。如果此时还未能引起重视，任由其继续发展，肺脏或心脏就可能发生器质性病变。其次，还可以观察1慢、2突、3多的症状。1慢，拇指肚回弹慢，大拇指对应肺部经络，肺健康，大拇指有光泽，弹性好，灵活有力。使劲按压拇指后，看指肚恢复速度，速度慢，弹性差，则肺气不足。2突，1、淋巴结凸起，这一点长期大量吸烟的人需要格外注意，因为香烟中的有毒物质会不断地攻击淋巴结，当淋巴结肿大凸起时，需要警惕是否是肺部出现了问题。2、手指末端凸起，一旦手指末端指节有凸起，且明显的增宽增厚，看起来特别像鼓槌，需警惕的是杵状指，是肺部疾病的表现之一。肺部病变，肿块堵塞气道，引起了手指的长期缺氧和内分泌紊乱，从而出现手指末端异常的组织增生。3多，1咳嗽多，咳嗽是保持喉咙、呼吸道清洁的重要途径，偶尔咳嗽大多是正常情况，经常咳嗽需警惕肺部积毒过多，甚至肺癌。如果咳嗽持续3周，那么最好及时检查，以防病变。2、胸闷多，心肺功能良好，才能保证气体交换良好，从而呼吸顺畅，胸廓发达。如果经常胸闷、气短，需要警惕肺部受损了，尤其是睡觉时胸闷加重，甚至被憋醒，一定要警惕心肺功能严重受损。3、发热多，肺部疾病会引起体温的变化，发烧、低烧等不同的症状，而当肺脏的肿瘤合并气管阻塞、肺炎等疾病时，就会引起反复的发烧。如果长时间低热35摄氏度左右，尤其是午后多发，此时要警惕肺部癌变。出现这些情况，最好及时去医院做个检查。想要养好肺，除了要尽量远离上述的天敌，还可以进行以下养护。1、以笑宣肺气，笑一笑10年少，还对肺部有好处。当人在笑的时候，别与口处于张开的状态，同时肺部也是扩张的，这样可以增加肺活量。当肺吸入大量的氧气，就能促使肺中的二氧化碳及废气排出体外，改善呼吸状态，从而辅助护肺健康。2、动静结合，养肺健肺。动静2套操，一来可以增强肺功能，
二来能发挥呼吸道的防御功能，每天练一练可以健肺益寿。一、静操，长与短叹，深吸气，鼓肚皮，慢呼气，收肚皮，尽可能深吸5秒，呼气时间最好是7秒乃至于10几秒。二、动操，捶胸顿足，双拳轮番，轻轻击打对侧胸、背部，交替做下蹲动作。三、清肺解毒茶饮方。目前生活中几乎避免不了二手烟、空气污染、厨房油烟等危险因素，但我们可以提高肺部的自净能力，将一些有害物质自行排出体外。平时不妨常喝下面这款清肺解毒茶。配方：橘红、韭黄芩、菊花、制枇杷叶。橘红可以健脾祛痰、行气化痰，韭黄芩能够消炎、清热燥湿，菊花的作用是清热解毒、清肝明目、利咽喉。制枇杷叶具有化痰止咳润肺的功效。做法：4种药材各10克，能清肺解毒、燥湿化痰，适合季节更替、常咳嗽、免疫力低的人。健康人群也能用来调理身体，防止生痰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。观友们可以在视频下方给小关留言，喜欢小关的别忘记点击订阅哦。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